诸墨有限，不尽预言。Hello， 又和大家再见了，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每天与你不见不散。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4年8月22日周四下午的5点21分。来自金色午报8月22日午间重要动态一览 ：CME 美联储观察美联储9月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暂报 32.5%。贝莱德链上资产已经全面超越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资产管理公司。2024年美国选举周期中近一半的企业选举支出来自于加密公司。坎昆升级之后的 ETH 燃烧量较升级前已经下降了 84%， 以太坊收入整体降低了 69%。我们将视线转移到 CoinMarketCap 当中，目前比特币的实时价格来到了 60,949， 24小时升幅比例在 2.87%， ETH 的实时价格在 2,631， 24小时的升幅比例在 2.1%。那么同时 Solana 的话是在 143.02， 24小时的升幅比例在 1.22%。那么以上就是具体的一些加密货币的行情快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在 CoinMarketCap 当中进行到查询。同时的话，以上所有播报的加密货币行情快报都均来自于金色财经。今天我们将共同参与一下 Curvens 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稳定币借贷协议，它是最初专注于到 Curven 以及是相对应的生态系统的 LP， 目前已经筹集了360万美元。同时 Raw Data 上是可以查询到该项目的资讯，目前推特的关注度是在 64.26K 的关注度。这里的话也有具体的一个融资的情况，那么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进行到一个官网的查询查阅。那我们这边不废话多说，直接开始今天的实战教学。首先的话，我们需要进行一下领水。那么它支持到它需要我们领水的话，一共是3个，一个是 Sepolia 的，一个是 Arbitrum 链上的 Sepolia， 一个是那个熊链。因为它这个项目是跟熊链有一点点的挂钩，所以我们去参与交互的话，一定程度上也是交互了熊链的东西内容。那这里我们也稍微插播一下该项目的一个代币经济学啊。那么它会将 4% 的代币分给我们基地测试网的用户，所以我们要成为这样一批人。那么这边开始到今天的这样一个领水，它给到的一个网站实际上是在这个网站当中，但出现的问题是你很可能就是领取不了。如果出现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这边筛选成一个 Arbitrum 链上的一个 Sepolia， 我们点击到 Continue， 然后进行到一个人机的认证。这里的话去 Get Token 有可能会显示到失败，不过也没有关系，我给大家稍微整理了几个可以领到水的。首先是这样一个，它是可以领取到 ETH 的 Sepolia。那么同时的话，我们日常在用的应该是这样一个领水的网址，我们点击到对应的一个标签页之后，然后输入自己的地址。那它这里是有个要求，它这里的要求是我们在主网当中至少要持有 0.001 的 ETH， 就是在我们的我先打开钱包，然后选取到对应的网络，是在这个网络下主网下持有 0.001 的 ETH， 那么大概是在20多块人民币左右。然后这边我们去领取完成之后的话，相对应的要转接到 Arbitrum 链上的一个 Sepolia， 然后进行一下领取那个领取。那么它同样也是，那这里的话是需要建立在那个 Arbitrum 链上的，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网络下。那么我相对应的网络已经选取成功了，所以你就是它需要在不同的链上持有对应的一个 0.001 的 ETH。那这里我们说完成之后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教程板块，它这里有一个熊链的一个测试币领取啊。那同时我们也转接到对应的一个熊链上的领取，那这里进行一下核验。但这个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它对于 ETH 的主网也是有要求的，需要钱包持有 0.001 的 ETH。那么和我们刚刚的这个领水，就是刚刚这个演示的领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么我们就不给大家做过多的解释了，然后我到时候会把领水的网址所有的都放置在那个视频的简介处当中，你去一个个试。那我们这边做完成领水之后工作之后，我们点到相对应的这一个网页当中，那实际上打开就是在这里，我们先需要进行到一个阅读，那么需要完成这7项，然后才可以连接到自己的钱包。那它仅支持，我个人建议的话，就我们的 MetaMask 就可以。点击连接小狐狸之后，它会有2个选项，一个是 OKX， 一个是 MetaMask。如果您是币圈的新人，还没有注册世界上最大2个交易所，一个是币安，一个是 OKX。一旦注册之后，不仅可以享受到全网最高的手续费减免的优惠，那么也可以享受到数字盲盒以及相对应体验金的奖励。
那么在视频简介处的下方，我们提供了币安和 OKX 邀请链接。那么使用这样的邀请链接的话，会获得全网8折手续费的优惠的同时，享受不定期的空投奖励。那如果你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注册这2大交易所，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介绍，建议大家2个都注册一下，这样市面上所有主流加密货币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掉的。那这里我们就来到了任务板块的页面当中，我这里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样我会让你更加的明白和就是比较容易去懂。我们实际上要做的任务首先是在这里，那建立在不同的网络下对应的任务是不同的。那这里点击，这里有一个那个通知的一个，我这边有27条嘛，实际上就是27种任务。这里的话，我们首先是 Sepolia 的网络下，我们需要去 mint 一下就是测试网的 token， 然后点击一下，然后直接进行到一个收集所有的一个测试币，然后这边点击，相对应的我们会支出掉一笔费用。那么这边的话，点击一下确认，然后等待它的一个响应就可以。那么具体就是说，它是结合在某一个网络下，比如说 Sepolia 建立在 Sepolia 网络的话，就需要完成 Sepolia 对应的所有的任务。然后建立在 Arbitrum 链上的话，就要对应着完成 Arbitrum 链上的任务，所以它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是有条条框框的，不需要按照我们刚刚一开始看到那个教程方向来走，我们只需要根据这个页面的操作来完成相对应的就可以。那这里我们再进行一下签名，要稍微给它一点时间等待因为可能没有那么快。然后这里我们已经去完成了第1项，然后进行到第2项，它是进行到 Deposit， 那我们这边点击一下。然后这里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具体的数额。目前的话是有账户看一下这里这里是我们的一个账户详情，因为我们刚刚领过一个测试币，目前是有一整个，然后我们可以给到它 0.3 个好了，然后对应的进行一下确认，然后这边再去支付掉一笔费用。整个所有的手续费都是建立在 Sepolia 网络下的，所以这个花费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在担心，如果你可能零水就是不太够的情况下的话，看一下是否在其他时间段去做这个任务的话，会没有支出这么多的费用，就可能链上的花费会比较少一些。然后这里等待到它这样的一个响应，等到下方的按钮变成 Continue 之后，再继续点击到 Continue 进行一下 Deposit， 相对应的钱包需要再次进行确认。所以我说了，此笔操作的话，就会花费很多在那个 Sepolia 网络的这样一个手续费等到这里显示成功之后，我们进行一下关闭，然后进行到下一个任务。它这里的话已经完成了这3项，进行一下 Borrow。对应的话，我们点击到一个指引的按钮，然后它这里下方，你要记住，在下方之后，这里才会出现一个 Borrow 借贷的这样一个按钮，然后点击一下相对应的，这里的话可以选取到一个百分比我们可以通过百分比的方式来选，不需要自己去手动输入。然后也是点击到 Continue 进行一下那个确认交易。现在我去交互每一笔都要花费大概是 0.1 左右，这个还是非常高的我在想你用其他时间的话，是不是可以交互起来会更加的便宜一些，就 gas 费花的没有那么多。确认完成之后，我们来到下一个任务环节，它实际上是一个 repay。repay 的话是需要有一定时间等待，我们至少要等待20分钟左右才可以进行到一个这个按钮，它才会亮起来，才可以去做。所以我们只能进行到下一个环节。那它这里的话是 land， 然后我们这边点击到对应的这个，也就是 deposit 的旁边那个按钮，然后这里也可以有一个百分比例的选项，我们点击到确认。然后在钱包当中确认此笔交易目前的，然后点击一下下一步，然后点击一下批准。那它这个花费你看明显就少了很多。然后我们点击一下批准。那这种如果花费的话，我就不会觉得心疼了。刚刚那一下一笔就 0.1， 每天领水就只能领 0.1， 你知道吗？它不像以前一样，以前可以领 0.5 个或者等等更多，现在的话都是有门槛的。如果你发现你的 land 没有动静的话，这里下方也会有一个 land 的按钮，再次点击一下，然后进行一下确认交易，也是 OK 的。它这里的话任务才会核验成功。那么对应的我们来到下一步，那先挑一下简单的吧。 withdraw 的话是比较简单，它是直接就提取。那我们对应的进行一下那个，它这里也是那看样子也是需要等待时间15分钟以后才可以进行到 withdraw。那我们就只能按照它的这样一个环节一步步来了。这里的话是要 lock 锁定一下，
我们看一下要怎么完成这样一个啊。首先它这里的话是有一个 max 的选项，我们可以选取到最大，然后这里是有个月份，我们给到它5个，也许可能之后会有其他的用处，我们就先给它少一点。然后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一下下一步，然后进行一下批准。批准之后的话，等待到它的响应就可以了。这里我需要跟你说明一下，你这边确认完成之后，它实际上只是同意了这笔交易，然后我们再需要点击一下 lock token， 然后对应的再去支付掉这样一笔费用，然后大概会花费 0.03 吧。然后等待这里的话，它才会显示到就是这个任务是完成的。然后这里是锁定到 CVE， 那么也有一个是不锁定。对应的就是它实际上是体验整一个测试网的一个就是交互吧。那么您在这边锁定完成之后，对应的点击到这样一个任务之后，就是下一个任务，点击一下，你会发现页面没有什么变化。我告诉你在哪，也是在下方，下方这里有一个 manage 就管理，它这里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啊，我们刚刚不是完成就是12月嘛，然后这里的话是可以点击到管理，然后这边下方有一个 unlock。然后点击一下，那么这边进行 confirm 就好了。这就是整一个 ETH 瑟普利亚的网络下所需要做的任务。那么我刚刚说了，除了这个的话，也会有熊链。熊链的对应的任务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一模一样，就是它只是建立在不同网络下花费不同的手续费的这样一个测试网络。那这里的话是对应的都一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你就知道了。然后这里有个 Arbitrum 瑟普利亚，就一模一样的任务，所有的任务，所有网络环境下都是一模一样的任务。我们无非就是要花费不同网络下的一个测试代币。鉴于现在花费挺大，可以挑一个就是不太高的手续费时间去做。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如果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不太懂的地方，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评论出来。